Sir, I'm late. Can you throw it, take me to the airport? Oh, sure. Let's jump in the Mini. Okay. 嗨，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超人商人的頻道。我們現在人呢在日本，不知道大家在最近有沒有看到很多網絡迷因，就是當這個音樂響起的時候呢，就會出現各種當時東京甩尾，就是喊很多經典的畫面。然後呢，東京甩尾至今現在已經剛好20年了。20年前，我還是個學生，我連駕照都沒有。但是在所有整個系列裡面呢，其實我個人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東京甩尾，因為它裡面有一個非常好聽的主題曲。結果時間過了好久，你已經換了好多車，然後考了駕照，就東京甩尾已經20年了。而今天非常的特別，我們要重新回到20年前東京甩尾的現場。他有跟我講說，據說他們其中有幾個片段就是在這個地方拍的，所以今天很特別，就是瑞布他們的全球總部就找了世界各地很多的 creator， 就是有韓國的啊，然後日本的啊，馬來西亞、美國啊、澳洲啊，然後一起来玩這個瑞布辦的東京甩尾。所以今天你會回到像電影當時一樣，看到很多非常有趣、很帥又經典的車子跟改裝車，然後同時呢，也可以看到今天會有幾位 F1 現役的車手，然後會到現場甩尾給大家看。很榮幸，我們就是台灣被邀請來的一位，只有我這位。那話不多說，我們就先回到當時最經典的停車場吧。因为我刚刚查了地理位置，它其實旁邊這裡是東京灣，對面看起來非常漂亮。然後你在活動之餘還能夠看整個東京灣的那個港口，所以很多人也是這邊很欣賞風景。然後你看過去就是一片的海洋，然後這邊辦就是整個3-4層樓的活動。然後他們現場就會有很多瑞布的小姐姐，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就會給你一罐很可愛的瑞布，讓你馬上喝。來，各位，在這個整個甩尾的活動開始前呢，我先跟大家帶一個導覽。其實我覺得這間公司它應該像是一個做物流的廠房，就我的感覺，它應該是做物流的。待會呢，我們就會過這個瑞布的閘門，然後呢，應該我猜會有10幾台車吧，10台車左右，然後從這個地方一路從這邊開始，先在原地這邊甩尾打轉，然後模擬給大家看。然後這邊轉了幾圈之後呢，接下來就是會經過這個柱子，你只要看到旁邊有這個白白的，然後跟之前演練過這個有地上有痕跡的這個地方，他們就會從這個地方應該順向從這邊轉進來。啊，すみません。那有從這邊甩出來，甩出來之後呢，就會進行到另外一個8字，然後一路到這邊，然後之後呢，再經過這邊。這邊呢就會比較刺激一點，因為到時候除了一台車之外，看它那個整個 run 會喘。我看那整個 run 呢，它可能同時會有2台車並行，就像是當年20年前那個東京甩尾的那個場景一樣，就是2台車會非常靠非常近，然後沿着這個邊邊衝，然後2個同時在那邊甩尾。那我們就準備熱車開始吧。Tokyo Driver Car 什麼 Club， 我要走出去了。旁邊轉出去好了。
各位，現在中場休息的時間，那我們帶大家來到後場看一下，就是有什麼有趣的車，剛剛沒有辦法在前面讓大家看到的。哇，好多人啊！有沒有在這個地方就開始感覺回到當時那個音樂？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待會我會往前走，但是因為那邊的音樂聲很大，又怕被偵測版權，所以我覺得大家就可以用輕輕鬆鬆的去欣賞車子。因為我們頻道本身就有很多很懂車子跟很愛車子的觀眾嘛，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在下面去分享，幾分幾秒的時候你看到那是什麼車，然後改裝怎麼樣，那我就 Let's go 吧。首先這台。他還把自己上過雜誌的雜誌放在上面。同時工具商也會來這邊打廣告，蠻酷的。就是我的這台車是用這些工具改出來的，那個感覺就很直覺。各位，給大家看一下，在這個像那個日本的 GR 車子，它的後面的工具箱，他們都會貼上就是贊助商跟他們用的工具品牌，請看 KTC。大家記不記得 KTC 是我們在頻道之前拍那個黃金扳手的就是那個牌子，然後它有一個是 Napro 系列，就是專門就是為了那個車子或者是賽車 MotoGP 他們使用的，所以日本的 Toyota 他們裡面的工廠生產就是也是用 KTC。希望有一天我們會去 KTC 的工厂給大家看，因為 KTC 它是在我很喜歡的日本的京都 Kyoto Tool Company。畢竟日本就是 Toyota 的大本營，所以有幾台 GR 應該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哇，你看這個輪胎，這個寬體的感覺這麼棒。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看這種，就是中間的這種接縫處。比如說他們做碳纖或 FRP 在做車體的時候啊，像這個中間的收尾的地方，其實我覺得改車呢，它有幾個階段。第一個就是能看，然後第二個是能摸。然後再就是有功能，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有些改裝就是只能看，就是只能看，就是你遠遠的這樣看過去，就是好像很帥。然後但是當你用手一摸的時候，你就發现說靠，這個間距怎麼做這麼爛，或者是這個起伏感怎麼做這麼差。然後第三個就是有功能，就是它如何就真的不是只有形式上感覺很像假裝的導流，或者是形式上假裝的樣子。然後它是經過空力測試，然後發現說，靠，這個改裝竟然還有功能性。那這個就是在以我個人的心目中，就是一種完美的改装。改裝很難的是一門學問，做得好做不好，那個天差地遠。偷塞亞跟專業改的是不太一樣，所以它會回到很多的基礎技術能力，也就是說，在對於材料的了解啊，或者對於你能夠掌握材料的運用啊，不一定是只有玻璃纖維或者是卡夢啊，然後或者是你對於 ABS 的運用啊，或者是對於 PP 材料的了解啊，就是我覺得先從材料的了解，在台灣有蠻大的一段路是大家可以努力的，然後接着才到技術面，就是你對於 CNC 的使用的能力，然後你對於裁切的不管是3D 列印啊，或者是你对於這種線條美感的掌握啊，然後我覺得這個是最難的，就是美感的掌握，因為大部分有技術的人，美感可能就是有技術美感、有工業美感，然後同時就擁有改裝技術的人，我覺得這方面也很少。所以在一個國家或在一個市場，它的整個改裝產業要做起來，當然除了政府一些協力之外，另外就是從小的訓練，就是你是不是很習慣操作這些工具，你對於配色的了解，你对於漆面 painting 的運用，之後再回到說，那你到底能不能真的實作在這些東西上面，那它才不會變成就是那種只是為了改装而改裝。相信應該不少人跟我有同感，所以為什麼有些改裝我們會覺得這很值得尊敬，然後有些改裝我們会觉得靠，這什麼爛東西，這什麼。那後面還有很多的影片我們會放在會員頻道裡面，那我們就繼續回到活動現場咯。那個人是不是長得像美麗？日本版美麗啊！原來 Ray 不喜歡這個 style。我們中間發現了一個裡面非常少數的女賽車手，所以我們找她來訪問一下。Hello 台灣。お父さんがもともとドリフトをもうずっとやってて、こんな時からベビーカーとかの時からサーキットについていって、そうずっとドリフトを見てたんで、いつからかやりたいなって思うようになったのがきっかけです。還在念書嗎？在學校甩尾會不會特別受歡迎？もう大學行かずに
ドリフトばっかりやってます。進学校に高校は行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ドリフトがやりたくて大学に行くのをやめて、はい。找未来對象的話，你會希望他開車技術也很好嗎？そこはそんなに、でも理解がある人がいいですね。如果他連駕照都考不過的話，你還會跟他結婚嗎？大丈夫です。はい、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ただ私はドリフトずっと好きでやりたいから許してねっていうそれでもいい人がいいですね。Have you been to Taiwan? 一昨年かな、2024年に1回台湾の D1 出させ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よ。おそらく去年の TDGP はお話いただいてた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スケジュールが合わなくて行けなかったんで、今年はもしかしたら行け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The last you can say hello Taiwan. Yes. I want to meet. 日本語が。See you next time in Taiwan.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すごいですね。我们现在走到最上一层楼了。哇，它的随便一层楼。改裝車都比一個可能台灣任何一個展覽都還要多，就是以一層樓來說，就是到底有什麼樣的能力跟魅力可以聚集到這麼多有趣厲害的人，然後到這個地方來展覽，那肯定就是銳步人。我在裡面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改裝車，長這樣子。你這還算是最高級吧？不過也看得蠻帥的，不知道是工廠老闆自己的，還有防滾輪。哇，賽車座椅，防滾輪。為什麼這邊會有一個真的假的加速器嗎？哦，沒有啦，假的裝飾，它沒有真的接上去。旁邊這個是漫畫 style 的，前陣子台灣有一陣子蠻流行的，就是把它畫得像漫畫一樣。後面來帶大家看幾個比較特別有趣的貨車，很帥哦。在這邊聽到的最多都是讚嘆聲，哇，巴西以內，就是各種稱讚，然後全部都來自於男生的聲音。這個活動應該有90%是男生參加，然後男生會帶着漂亮的女朋友或太太或小朋友來，真的是一個合家歡樂的活動。不良爸爸。不良爸爸，然後你看透明引擎蓋，哇，透明的，離我無限，可能7、8年級生，大家應該從小看到大，到現在，巴西，當然還有非常經典的藤原豆腐店 A186，等下不當車就是經典的車 GTR， 爸爸，我想要一台 GTR， 你看這個 GTR 改得多低。這是一罐銳步，銳步相對位置這麼低，我的手指插不下去的低，插不進去，但是中間有空氣，就大概這麼低。對，還給幹那啥嘞？人家說改低遮三醜，這個已經是超帥的等級了。它這個整個幾乎已經削到一半了，那輪胎被埋在裡面去，有夠帥。然後這個你一定想說啊，這樣子怎麼開？啊，不要擔心，那氣壓的就是可以升高了。但是就算它升高了，還是很低。旁邊還有很帥的改裝車可以看，因為車真的太多了，多到我真的拍不完。然後每一台車，你如果細講的時候，它都會有很多很特殊的改裝件跟很多定制的地方。而且有時候我很喜歡他們這種風格，像這種漢字加上贊助商，然後再加上那種就是改裝品的品牌，而且會統一色澤，然後或者是就是一直留下這種內框黑字為了配色。然後這看起來就很像那種日本改裝美學會有一種出現特別的 style， 他們就是一張做，然後幾年之後你就會覺得，看到這個就是日系改裝的風格。而且你知道這種有一些改裝已經不是癖好了，這個是什麼呢？這個我也無法形容。這是一個家庭式的敞篷，然後配一個，靠嗎？這是卡車輪圈，對不對？這不知道幾寸啊？這框大到像30寸，30幾寸，很扯。就是鏡頭中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這個比例。這個是把大腳改在家庭用車上面，然後還是台敞篷車，很有想法。今年是什麼？哎呀，這個塗裝，這塗裝好看。你看，重點是旁邊這種就是賽車感、跑車感
上一個世代的那個。然後旁邊這個是什么？這個是美式西岸，然後它上面的這個是風科的。通常這種車就是要放個hiphop音樂，然後後面全部跟跳起來，跳車。因為在美國很常看到，但是這種的就比較危險。你看有車牌，多開心！在今天我们拍到的所有的車子裡面，在台灣你會直接被扣車哦。有的時候真的也是想說，你看這種奇葩老舊的規定，導致大家的發展差這麼遠。所以其實如果那種改裝的法案不要這麼老氣的話，你其實會幫助很多製造業跟很多技術的人、美學的人、美感的人，能夠有很多很酷的想法跟出路。然後路上就是展演場，只要噪音不要影響別人，或者是只要它的車寬或車高不要去影響到公共建設，那有什麼問題？對不對？因為我也不是第一次在我們的頻道講這件事情，常常都覺得選舉的時候啊，出來喊個幾下，然後為了要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他，然後講一些就是很浮空的東西。但是你看，就這麼十幾20年過去了，你看我們現在翻出來的那些車子的法案，都還是這樣子，就是我們自己都看到很然後每次出來只能在國外流口水。之後又要選舉了，我們就來看大家又會有什麼樣的想法，提出什麼樣的見解吧。我在這幾層樓看到就是非常多的尼桑，當然有 GTR、GR、Toyota， 然後福特改裝最多的，通常都是我們那些常看到的車廠牌之外，就是我覺得他們的很多老車文化真的是做得很好。在台灣雖然都像fun car，就是買來好玩改裝的，但是他們的狀態都好像變得跟新的一樣，那個拋光技術很好，都把它拋得像新的車一樣。它在這邊還有方向盤跟排擋桿的特別定制款，然後後面是車展，這裡是遙控車，有真的大人玩的車，怎麼可以沒有小朋友或者是大小朋友都可以玩的遙控車嘞？沒事，像這種車撞到就不會心痛。然後旁邊還有開車的電動玩具，我在很多年前有看過東京的改裝展。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這個量體跟改車的數量，我覺得比真的一般的改裝展還要多哎，很酷哎，就是真的很有號召力。果然東京甩尾加上現役 F1 車手是很有魅力，大家都來朝聖。而且日本的車圈其實蠻團結，很多就是不同改裝工作室，然後大家會整群的一起來，很帥吧？各種機研的研究、工業的製造，還有各種改裝品的研發，都可以在這樣子的活動當中，同時可以讓大家看到你們公司的開發能力，或者是你們公司的廣告，然後用另外一種很有態度的生活方式展現出來。希望有一天台灣也可以哦。排位賽，現在前面先暖場卡丁車的階段。OK，Thank you。我們現在是一個使用特權，能夠在表演跑道當中先開個卡丁車，走個路徑。감사합니다. 他的，我們中間互換了手機。好的，各位，現在一路從早上甩尾，下午看改裝車，然後再甩尾，現在到了一個算是活動的重頭戲，但是他們搞得很神秘，他們就說他們要發表一個非常神秘的車子。看起來像是 F1 的車子，但是它從頭到尾都是像這樣子用布把它蓋住的，不知道是什麼。然後有趣的是，因為官方他現在請我到他的正前方，就是我們現在在海景第一排，所以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繼續看吧。好啦，各位朋友們，要準備開始嘍，要揭幕嘍，這是什麼東西呢？他剛剛原本要用甩尾的方式把那個上面的布把它拉掉，結果我沒拍到，我在專注在看他甩尾，我沒有看到他拉下來的那瞬間。果然還是要交給專業的攝影師，沒辦法，我就出一張嘴而已。
哇 ，Thank you so much。暫停一下。你家有幾隻水壺呢？我猜至少有3隻，但是你永遠出門的時候帶的就是只有那一隻。而我這2、3年呢，只要出國出差拍攝，我帶的都是這個犀牛頓的 Aqua Stand， 因為它不只是一隻水壺，它更是一個 Aqua Stand。它不只能夠拿來喝水，它更能夠定制你公司或者是你企業的設計跟圖片。而且呢，我們之前在印度泰姬瑪哈營的時候呢，雖然我沒有去。但是劉備呢，他們說當時他們的相機跟他們所有的腳架都被攔下來了。然後呢，他們就去問安檢的人說：“那我這個水壺可以帶進去嗎？”安檢說可以。所以呢，你當下就可以把你的手機變成一個非常專業的錄影設備，不只能夠拿來自拍，能夠拿來拍別人，同時能夠自己看看你自己。他們用的 MagSafe 呢，磁吸力比 Apple 的原廠還要強，15度到90度，手機吸上去，咔的一聲，時視橫視隨便你調，想要用什麼樣的角度都 OK， 怎麼樣晃它都不會掉。包含我在利曼賽車被甩來甩去的時候，它都沒有掉。腳架這種東西，你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帶，但是水壺為了補充水分，你一定要帶。做菜看影片、運動看影片，或者是超認真上班開會的時候，同時蹲廁所也是很方便。而且不鏽鋼和 Trident 的材料隨便你挑，有多款聯名的 IP 圖款或者是客製化，隨便你搭。當然，創作者也能夠定制你的周邊產品哦，就像我們。而且你知道嗎？你家的水壺用的是什麼樣的材質？它如果擁有双酚 A， 你在裝熱水的時候呢，它就很容易溶出，会嚴重影響它的荷爾蒙，所以材料真的非常的重要。你就不小心喝進去了，對於小孩、孕婦還有人體的影響都很大。其實有很多品牌呢說他們自己是 BPA free， 但是双酚 A 不只有 A， 還有 S 跟 F， 就算你換個名字也是一樣，對人體有問題的。而他們創辦人呢在做的事情，其實比你想象中還要厲害。他們3種雙酚全部都把它排除掉，甚至通過了美國、法國食品安全認證，副總到現在用起來都沒問題。家長可以很放心，所以你一定想說，為什麼這些職業賽車手會願意幫我們簽這個水壺？因為他們發現，在歐洲賣的這個品牌，居然是我們台灣人設計的，有專利哦。晚上了，整個活動一路到9點，然後還有 After Party， 然後你可以一路玩到11點。但是因為我明天一早的飛機，就是我們就单纯為了這個活動跑到東京來，這個真的是一個超酷的，就是你如果有機會，他們不知道之後還會不會再辦這種活動。如果有機會的話，我覺得你愛車的，你喜歡改裝的，你一定非常非常值得特別飛一趟過來這個地方，然後買一張票，或者是找關係，然後進來看一次這個展覽，你就會想說，哇，當時一個電影，然後讓大家看到了很多日本東京改裝的風格 style， 然後一直到現在20多年之後了。当然，我覺得可能這邊的那種改車文化跟他們的那個硬派感，跟他們的一個風格感，它其實已經不是算次文化了，它已經算是一個整個族群的一個風格。所以再加上東京以外國人來說的那個迷幻感，還是一樣這麼的酷炫。當然，我覺得在這支影片，就是最後還是很感謝銳步，總是能夠把一些文化，然後把一些很有趣的東西，把它弄得這麼帥、這麼屌，很開心。能有這樣子的機會，那你如果喜歡這支影片，你可以在下面按喜歡，或者是還沒有訂閱我們的朋友，你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那更多的影片資料，或者是我放不進去的，我就會放在會員頻道裡面，可以支持一下我們的拍攝費用。好了，那這裡就是超人的少年，我們就在這個東京灣、東京甩尾跟大家說再見嘍，拜拜。好，有點耳鳴啊。在這個 VIP 區裡面有一個蠻酷的地方，就是他在讓我試吃魚子醬。魚子醬，它這邊有一罐罐裝的魚子醬。而且你知道重點是什麼嗎？沒有秤，要是有秤，旁邊老外看到了還以為我們吃不起。好吃，真的好吃。本周超認真工業貼紙上線哦，你可以貼在你的安全帽上，或貼在你的隨身物品、行李箱、包包、手機、小孩的玩具、小孩的安全帽。上面在工地的時候，你可以寫上你的姓名，還有你的血型。萬一出了一個什麼狀況的時候嘞，你可以讓大家知道你是什麼樣的血型。萬一發生危險的時候，可以書寫，小心。另外可以保佑你的家人平安工作下班，每一天都開開心心的回家，開開心心的上班。貼這裡，不是啦，貼這裡啦，貼安全帽。他不貼也沒關係，你可以再貼另外一張。本日無事，祝福你每天做工課，平平安安無代誌，這是上好的代誌哦。
啊，這個沒關係，這個貼紙材質非常好，小朋友貼錯了很難撕下來，但是偶爾的一個小失誤，重新整理一下再貼也是 OK 的，這是你的，好嗎？超認真同事原創設計，現在加購價80塊錢，如果單因購買的話100塊，但是我覺得運費蠻貴的，不划算，建議你加購，或者是全部公班一起買，全班同學一起買。